我带着老婆来到奢侈珠宝店买婚戒，没成想贪婪店员为了业绩，竟伙同经理把已出售给其他人的独家定制款再次售卖给我们。得知珠宝店的操作后，我们直接驾车前往讨说法。然而，嚣张女店长却仗着自己是国外的百年奢侈品牌，不仅无视我们合理的退款诉求，还叫嚣我们能拿她有什么办法，却不知她即将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随着国货的崛起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这些什么奢侈品牌都会沦为地摊货，无人问津。店长露出嘲笑的表情道：“你懂奢侈品吗？真正的奢侈品是可以永远存活下去的，没有任何品牌可以超越。就像你花50万买车，第一选择永远是奔驰、宝马；买100万的车，第一选择永远是保时捷；买跑车，你只会想着兰博基尼和法拉利，而不是5菱之光。国货崛起，所谓的性价比，只不过是穷人的借口罢了。”刘三千实在看不惯这个店长如此装腔作势，他怒气冲冲的道：“你只不过是个店长而已，在这里装什么？比有钱，老子比你有钱多了。”店长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我亲眼见证过数十年后国货的崛起，如今重生在这个旧时代，我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经验，让国货崛起的速度更快。叶枫下定了决心，冷笑道：“我会亲手创立你眼中毫无价值的国货品牌，让这些品牌超越所有的奢侈品。至于你所受的惩罚，绝对不会是自己说的那么简单。我不但可以让你失去这份工作，还会让你成为全民公敌。”哎呦，您这话可真是吓到我了。您是要把刚才我说过的话传出去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并不认为会有您说的这么严重。这笔钱我现在不退了，你也不要后悔。店长完全没有把叶枫的威胁放在眼里，一脸淡定的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情。”叶枫也不和他多说，对葛清泉和刘三千等人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刘三千倒没什么感触，区100万，不要就不要了，反正不能丢人。刚出店门，葛清泉就忍不住问道：“叶先生，这人真是让人不爽啊！真就这样算了吗？”怎么会这样算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会让他后悔的。葛总，你应该能找到这里大区总裁的联系方式吧？葛清泉点点头道：“找人，应该能问到。怎么，你要直接和大区总裁当面投诉？”当然不是，如果单纯的投诉，哪怕和大区总裁当面说，也不会让我们满意。既然他这么嚣张，就应该承受嚣张的代价。葛总，帮我找一下联系方式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24小时内，我会让他来求我们的。见叶枫这么有信心，葛清泉还能说什么？当然是抓紧去找联系方式。而店铺里，店长完全没有了刚才和叶枫等人对峙的高调样子。此刻的他沉着脸训斥道：“你是怎么办事的？为了业绩，搞出这样的烂摊子让我收拾。如果不是看在你能力还可以的份上，我根本不会过问。”经理连连点头，苦着脸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绝对不会犯类似的错误。”行了，也不算多大的事，记住这个教训就好。别忘了，在我培训过的新人里，你是最有潜力的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经理满脸感激，同时又有些担忧的道：“是，可是葛总他们在荣城还是相当有人脉的，您的做法会不会？”店长一脸无所谓的道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们的品牌创办于国外，对国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，而且外国人可不像咱们这里怕事，只要有一点点理，都可以无视外界的一切压力。别说这几个不上不下的富豪，就算再厉害的人物来了也是一样。”在店长眼里，最厉害的葛清泉也不过是一个房产商，能有什么影响力？此时另一边，唐仲威回家后也和叶枫说起了自己的担心，毕竟是100多万呢，万一人家真的不愿意退，这损失也太大了吧？就算他们真的不退，我们也谈不上多大的损失，把这套珠宝转手卖掉就是了。再说了，我有信心让他们心甘情愿退钱并且道歉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可我看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这件事，趾高气昂的，压根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嚣张必然会付出代价，你啊就看着好了。此时葛清泉也打来了电话，我已经找到了他们大区总裁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你需要跟他见面的话，我也可以安排。不用了，电话号码就行。叶枫跟葛清泉挂断电话，就给大区总裁打了过去。我找你们的大区总裁，麻烦转告他，我知道一个快离职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放弃高位，选择离开。电话这边的女助理愣了下，犹豫了许久，最后还是把手机交给了旁边的大区总裁。电话里的人说，他知道一个快离职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，说您听到这句话后一定会接电话的。大区总裁展博凡表情微微一僵，随后把手机拿了过来道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女助理点点头，一言离开了办公室。您好，我是展博凡，您是哪位？我叫叶枫，你不认识，也用不着思考我是谁派来的，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你，暗地里捞了那么多钱，如果想安安分分的离开，最好小心谨慎一些。展博凡听得脸色一沉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可以不明白，但你在所罗门岛开设的账户以及瑞士银行的7个保险柜都可以算作证据。我想你一定不太希望总部去调查这7个保险柜里都藏了什么吧？展博凡听得冷汗瞬间冒了出来，这些东西他本打算离职后再想办法洗白，而且他十分的小心，没想到被叶枫直接说了出来。叶枫其实也是在重生前的新闻上才知道这些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自己的名字，不想再重复，而且你也没必要追问我的底细。总而言之，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做得足够好，你身上的秘密我就当没听说过；如果你做得不好，那么你们的总部会在1个小时后在他们的邮箱里发现一封特殊的邮件。叶枫的威胁已经算得上非常清楚了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在荣城的店里买了一套限定版首饰，但你们的店员却欺骗我说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实际上却同时卖给了其他人。现在他们拒不退款，也不愿意道歉，我需要你帮我讨回一个公道。大区总裁听得愣住了，他以为叶枫让他做的事情会关系到公司的机密，却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件小事。他有些不幸地问：“就这件事？”就这件事。大区总裁沉默了下来，
他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自己，拿着自己那么大的把柄，却只要求这么一件小事，好像不太对劲啊。做完之后，我该怎么确保你会为我保守秘密？你可以理解成看运气。如果你运气好，我是个守承诺的人，这些秘密就不会被其他人知道。大区总裁挂断电话后，面色阴沉，然后狠狠地把电话摔在地上。该死的！女助理听到声音跑了进来，见到地上的手机碎片，不由惊讶地问：“总裁先生，您立刻接通荣城区域总监的电话。”女助理内心十分疑惑，但不敢多问，连忙给他接通了电话。里面传出区域总监小心翼翼的声音：“您好，我是华南区域总监，请问您是？”区域总监有点不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有这么高级别的电话打过来。我是华区总裁，现在命令你立刻赶往荣城，撤销荣城区域的店长、经理，开除所有店员，并代表公司向一位名叫叶枫的先生道歉。无论他有任何要求，就算是要你的命，你也必须照办。区域总监听得头皮发麻，要我的命也得给，那是个什么人物啊？天，这是我该接的电话吗？难道不应该先打给大区总监，然后再转达给我吗？而且什么时候撤销区域店长、开除店员这种小事，需要大区总裁亲自发话了。能问一下，那位叶先生是什么人吗？大区总裁冷声道：“这不是你该问的。记住，如果这件事办不好，我会亲自去办，到时候被开除的就不仅仅是店长了，还包括你。”区域总监听得直冒汗，连忙道：“是，我立刻就去办。荣城店铺包括所属区域店长及以下人员全部开除，一个不留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他二话不说就往外跑，足足用了2个小时才赶到完成。店长和经理看到区域总监很是惊讶，连忙迎上来：“秦总监，您怎么来了？”